老婆，我作为赘婿，咱妈的葬礼，我还是陪你一块儿去吧。我妈的丧事你已经忙了很多了，你也该休息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人家都想你了。老婆，公司出了点急事儿，我能不能先去一趟？去吧。等等。啊。你开总裁车去办公室吧。老婆，你真好。你来了。思然，你老公呢？他去公司主持会议了。伯母去世这么大的事儿，他怎么能不在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妈的墓地怎么样了？我就是特地来说这事儿的。之前预定的墓园被大雨冲毁，现在已经交付不了了。没事儿，我有备选方案，就去无视陵园吧。还知道回来呀？乐乐去世了都不知道回来，真是的。啊，我这不是忙着工作的事儿。喏，吴氏总裁的专属座驾，送你了。啊，老公，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？之前我闺蜜还不相信我说的话，说吴氏集团总裁不是你，是个女的。哎，老公，到底是不是个女的嘛？吴氏总裁只有我一个人，哪是什么女人啊？我就知道你最厉害了。哎，老公，我听说吴氏集团下面有个陵园，风水很好，葬在里面的人非富即贵。我能不能把乐乐也葬在里面呀？吴思忍倒是在吴氏陵园定了一个备选墓地，虽然是给他妈的，但应该也用不上。哼，求我啊，可以，不过……哎呀，不过什么呀，老公，连我都是你的。其实呀，乐乐的墓我早就选好了，吴氏陵园第一号墓，除了我吴氏总裁，谁还有这个权利？去了之后打这个电话，叫上你的闺蜜，让他们好好开开眼。老公，你真好。刘小姐，听说您今天要去吴氏陵园，跟您说一下，陵园通知要闭园接客，非常抱歉。好的，谢谢。吴氏陵园通知要闭园接客，咱们不是才刚出发吗？肯定是我老公办的。怎么又扯到他？思然，陈南之就是一个赘婿，你怎么对他这么好啊？图什么啊？图他无微不至啊，就像墓位延期，他刚知道就安排吴氏陵园接待咱们了。我看不像，延期就是个巧合而已。思然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陈南之好像跟一个叫什么唐望宇的实习生不清不楚。你现在恋爱脑，迟早栽在他身上的。我老公和唐望宇只是有点私交，我相信他。望宇，你老公真是吴氏总裁？哎呀，我都说了800回了，这还有假？你看这车，我老公说送就送，要不是吴氏总裁，谁能有这么大手笔呀？哎呀，那我可要提前恭喜你啊，步入上流社会了。你放心，等我成功上位，你也能跟着一起享福。望宇啊，
前面有辆破车挡道，咱们这可是豪车，超了它。好。小心！小心点，你没事吧？谁开的车啊？怎么这么没有素质？这车号怎么那么熟悉啊？这好像是词人的车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词人姐，这好像真的是你的车。什么？什么？对，没错。这车好像真的是你买的，而且车上那个女的我也认识，就是和你老公出轨那个唐望宇。我的车已经让我老公开去公司了，我问问他。哎，那可能是我看错了吧？这条路是直接去往吴氏陵园的，你老公葬礼都不在，现在怎么可能回得来嘛？我刚才肯定是被他们气的，要不是怕耽误伯母下葬的时辰，我一定给这些没素质的人好好知道我的厉害。政治要紧，我们还是先去陵园吧。这才叫豪车嘛！你看见刚才那个破车司机没？差点被咱们气死。一个破奔驰开得跟蜗牛一样，怎么能跟我们总裁车相比？对，气死他！汪宇啊，你看清刚才那个女的表情了没？笑死我了！这算什么呀？要是他知道我老公是吴氏总裁，还要给我下跪道歉呢。毕竟在江城，吴氏集团才是第一。好了，去陵园吧。好。哎，唐小姐，可不可以安静点？我们这里是墓园，我真的不能破例啊！我怎么吵了？你们吴氏陵园怎么可能没有空余墓地？唐小姐，我们陵园的墓都是为人准备的，你这宠物狗不太合适吧？宠物狗怎么了？你知道我们望宇是谁吗？我们望宇可是吴氏总裁夫人，你要是不想干，我们望宇一句话就让你滚蛋。现在你听清楚了吗？我说了，我要用你们吴氏陵园的1号墓来买我的狗。唐小姐，这块墓可是我们整个吴氏陵园风水最好的一块，而且总裁今天交代了，今天就有人要用。望宇，这个墓位不是你老公买给宠物狗的，哪有什么亲属？我知道了，你不就是吴氏总裁夫人？你老公最喜欢这条狗，一直儿子的叫，怎么不算亲属？有道理。现在你听清楚了吗？这个墓是我老公留给我的狗的。可是这个墓价值1000万呀！1000万，望宇，你老公可真爱你，连那狗都这么舍得。那是，也不看看这是谁老公。不对，唐小姐，这块墓不是给你的，而且里面现在已经有人了。有人？你们吴氏陵园的工作人员连一个墓都看不好，滚开！哎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词人，时间要到了，咱们先让伯母入土为安吧。好。敢抢我宠物狗的墓位，找死！敢抢我宠物狗的墓位，找死！哟，你们这2个贱人还敢跟我家狗抢墓位，疯了！怎么是你？这不是3年前一起实习的吴思沈吗？之前你不是很得意吗？怎么现在沦落到抢我望宇宠物狗的墓？这还用说啊？这墓位讲究风水招财，我老公给我选的墓位不比他一个穷人选的墓风水强多了。望宇，你别说，怪不得当年实习就他一个人能转正，都把亲妈往狗窝里放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
此人可是吴氏集团的高层，你们都不怕被报复吗？我呸！连个假名媛装什么大人了？怎么不说他是吴氏集团总裁呢？真以为姓吴就能随便盘问？好了，吴此忍要真有什么身份的话，至于沦落到2个人来给他妈下葬吗？你都沦落到来跟我的狗抢墓位了，你还装呢？吴此忍，你妈根本就不配葬在这儿，你们2个赶紧给我滚！听到了吗？我们望雨大人有大量，赶紧给我滚！就是，这做人也不要太贪心，还想跟我家狗埋一块儿，你妈有这个福分吗？你们2个假名媛，真以为我治不了你们了是吗？今天是我妈的忌日，我不想闹得太过分。唐望宇，我不管你傍上了吴氏集团的谁，但我告诉你，我才是吴氏集团的总裁。如果你今天还这么胡闹，闹得我妈不得安宁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2个装什么大人物？你是吴氏总裁，你怎么不说自己是江城首富呢？不错，你就算吹牛，也要看在谁面前吹吧。我可是货真价实的吴氏总裁夫人，你在我面前冒充我老公，搞笑呢？什么？唐望宇，你说你老公是吴氏总裁？不错，我老公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氏总裁，他的名字就叫陈南之。此人，这唐望宇果然还跟以前一样爱吹牛。你只不过让你老公代管公司，他就真以为自己是总裁了，差点让咱们误会。真是人红是非多呀！像唐望宇这种假名媛，现在吹牛都不知道做功课了。唐望宇，你说你老公是陈南之是吗？不错，我老公就是鼎鼎大名的吴氏总裁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现在吹牛都不知道做功课。陈南之是吴氏集团的总裁，但是他现在已经入赘了吴家。你是怎么嫁给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，当小三了？吴此忍，你少胡说八道！我老公是靠自己一步一步当上总裁的，根本没有什么入赘一说。我今天来梨园坐的就是总裁专车。不错，望雨坐的就是总裁专车，她老公就是吴氏总裁。这是……等等，你开总裁车去办公室。思人姐，这好像真的是你的车。什么？这是我的车钥匙，你从哪拿到的？这是你的车，吴思人，你看清楚了吗？这是吴氏总裁专车，像你这种人，一辈子也坐不上。吴思人，当初上班的时候，我怎么没有发现你脸皮这么厚？这个车明明就是望雨老公。陈南之只是一个赘婿，怎么敢出轨？难道是有人想陷害他？我还是先查清真相，不管结论如何，我都能除恶务尽。唐望宇，你以为你拿一把假车钥匙就能自称总裁夫人了？有本事你把陈南之叫来，看看他敢不敢赶我走。你以为你们是谁啊？2个下等穷人，还想见我老公？望雨，你可别信，他就是想让你把陈总叫回来，好勾引。像这种小骚扰见多了，你可一定不能上当。你是不想叫，还是不敢叫？你是不是怕叫不来他，被我当面揭穿？喂，吴氏陵园不是你家的产业吗？现在有人要抢乐乐墓位，还要撒乐乐骨灰。混账！谁这么大胆子？老婆，你放心，等我把公司这点事处理完，马上就过去。我不仅让他亲自给你跪下磕头道歉，我更要让他为我们的宠物狗守灵。这个声音好像真的是我老公，难道陈南之真的出轨了？喂，老公，快来嘛！他们非要抢乐乐墓位，一大股穷酸味儿，万一破坏了墓位风水怎么办呀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开着免提，我会让他们知道得罪你的下场。陈南之，原来你不是没空接电话，你只是没空接我的电话。你也不是不能参加我母亲的葬礼，你只是将心放在了别的女人身上。我是吴氏总裁陈南之，对面的听好了，我不管你是谁，
看在你是望雨闺蜜的份上，赶紧把墓位让出，否则等我到了，我会让你妈尸骨无存。好啊，你来啊！我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让我伯母尸骨无存的。陈南之，你仗着我的宠爱，享受吴氏集团的便利，不仅用我的钱养小三，还把我妈的墓位去葬小三的狗。等你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喂，吴氏陵园吗？我是陈南之。你们怎么办的事？我老婆买宠物狗，连一个小小的墓位都用不了。你怎么办事的？什么？陈总，我现在马上过去，一定要让那个人给唐小姐磕头认错。吴思忍，你听到了吗？我老公马上就要来了，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只要你让出墓位，给乐乐叩头守孝，我就放过你和你妈。你们张口闭口就是磕头守孝，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了？谁叫我老公厉害呢？吴思忍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不下跪，到时候你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。说不定等你老公来了，给我妈下跪的人是你。你放屁！吴思忍，你敢打我？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我老公是吴氏总裁，就算我用你妈的墓位买狗，那也是看得起你。思远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去把那个骨灰盒给我抢过来，我要让这个贱人亲眼看他妈尸骨无存。住手！住手！我们陈总马上就要到了，人还敢在这得罪陈主夫人？你就是我老公叫的人吧？怎么这么晚才来？现在立刻去联系全江城所有的陵园，不允许他妈下葬。快去啊！你饭碗不想要了是吗？唐小姐，吴小姐也是我们陵园的客人，你没有资格赶走她。你说什么？我老公是吴氏总裁，在总公司万人之上，你一个经理也敢看不起我？哎呀，原来整个公司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了。陈南之，没想到你出轨出的这么彻底。那好，这次人证物证都在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唐小姐，我们陵园还有其他位置，你不是想把你的宠物狗葬在人群中间吗？我们其实还可以。给我住嘴！这里是吴氏陵园，我老公是吴氏总裁，我的狗想葬哪儿就葬哪儿，还轮不到你来教我做事。思然，吉时已到，咱先给伯母入土为安吧。好，吴思忍，你别以为抢占墓就抢占先机了，就算你把你妈埋进去了，我也能给你挖出来。上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妈！唐望宇，你疯了吧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我在干什么？这个陵园都是我老公说了算，别说撒你妈骨灰盒了，就算把你妈骨灰扬了，你们又能怎么办呢？我拿你没办法。吴思明，你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吴小姐。唐小姐，你太过分了，兄弟上！你们是疯了吗？你们这群臭保安居然敢拦我！不知道我老公马上来了吗？唐望宇，你说错了，是你和你的老公，管不了我。我倒要看看，整个江城还有谁是我老婆惹不起。吴董呢？吴董刚刚离开。行，你先去吧。啊，这么快就埋完了，也好，我可以直接去找望雨。吴思明，你做事前最好想清楚，你的饭碗是谁给你的？我就是因为知道我的饭碗是谁给的，我才要向着吴小姐。你们都疯了吗？就不怕我老公来把你们都开了？唐望宇，你一直强调说陈南之是你的老公，那你们结婚了吗？我们结不结婚关你什么事？你以为我们不结婚你就有机会了吗？我老公说了会娶我的。你说陈南之会娶她吗？这还用想吗？陈总什么都顺着我望雨，连总裁专车都给他开，
怎么可能不娶她？哼，吴自然，你少自取其辱。吴思明，你不是见过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吗？你告诉他，陈董已经结婚了，他根本就没想娶你，你没有资格自称陈夫人。你胡说！吴小姐，这是你们之间的家事，我们就不方便插手。兄弟们，撤，走。唐望宇，你还不明白吗？陈南之不仅结过婚，而且他的结婚对象是我。唐望宇，你就这么心虚，不敢让我揭穿你的真面目？望宇，你干嘛不让吴自然把话说完？而且你和陈南之交往5年了，怎么还没有结婚？连结婚证呢？你放屁！怎么吴思忍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你可是我闺蜜，你们都看清楚了，这是我的结婚戒指，跟陈南之手上的是一对。这戒指怎么这么眼熟？老公，你是不是有礼物要送给我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我都收到银行发来的消息了，你花了5万块钱买钻戒，是不是要向我求婚啊？老婆，我本来是给你准备了惊喜的，但是礼物，被我弄丢了。丢了？原来戒指不是丢了，而是在他真正的女主人手上。陈南之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骗了我整整5年。陈董手上的钻戒你们都看过吧？跟我这个是一对，这可是价值1000万呢。你们说，到底谁才是董事长夫人？那还用说？我们望宇这戒指看起来雍容华贵，一看就是名媛贵妇。唐望宇，你这闺蜜为了拍你的马屁，真是能瞎编乱造。陈南之手上的戒指确实价值1000万，但是你手上只值5万块。吴慈然，你胡说！陈董怎么可能会买5万块钱的戒指糊弄人？陈南之手上的戒指是我买给他的孤品，而你手上的是他从便利店买的便宜货，当然不会告诉你。不信的话，你查一下不就知道了？吴思忍，你就是嫉妒我，想离间我和我老公之间的感情。你以为我会上当吗？你是不敢打，还是不想打呀？唐望宇，你不会真叫我们慈忍说中了吧？谁说我不敢打的？喂，你告诉我，你送我的戒指多少钱？老婆，你好端端的干嘛问这个问题？你的戒指跟我是一对，我的戒指值多少，你不是知道的吗？好，老公，我知道了，爱你。吴思忍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我老公说了，我的戒指跟他的是一对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唐望宇，说你蠢，还真是没冤枉你。人家送给你的便宜货，能告诉你它的真实价格吗？你要不信，你一查，你就知道你老公有没有骗你。你少激动了，望宇，我现在就让你心服口服。到底怎么了？你说啊，拉我干什么？这个戒指，它真的只值5万块？什么？不可能！唐望宇，你这下相信了吧？我们慈忍就是吴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而你就是陈南之哄骗过来当小三的。望宇，他们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陈南之要真的是董事长，怎么会送一个5万的便宜货给你？胡说什么啊！我老公是董事长，他可能没有生活常识，买错假货了而已。他用6000万买5万块的货，才是真的爱我。我看刚昏头了。望宇，你说的对，吴慈忍要真的是董事长，怎么会给他妈用这么烂的？还不如你狗的。吴慈忍，你听到了吧？就算你颠倒黑白，你能骗过所有人吗？你们真是有眼不识真龙啊！你知道这个盒子值多少钱吗？他们都疯了，还跟他们说什么？先让我们入土为安吧。唐望宇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妈的骨灰盒一股穷酸味儿，都破坏了这墓地的风水。我帮你妈消消毒。自然，唐望宇，你疯了吧？你知不知道这骨灰盒要多少钱？你们两个真是够了！吴思忍都晕倒了，你们还在这装了？我就是一个破盒子，一摔就碎，
能值多少钱呀？就算是金丝楠木，我也赔得起。吴思忍既然敢破坏我家乐乐风水，我就要给他一个教训。上啊，跟我一起踩！你们，唐望宇，我原本顾及今天是我国母的忌日，不愿和你争执，想不到你竟然这么过分。喂，老公，你怎么还没来？我都快被欺负死了！我这不是已经到了吗？谁敢欺负你，我马上就给你收拾他！你快点儿，我都被欺负的砸他妈骨灰盒了，还要赔钱呢。好，这是1万，拿去买个好盒子，给你妈装一装吧。这个骨灰盒的价值是6000万，你是打算一个人付呢，还是你们2个 AA 啊？你疯了吧？一个破盒子你要我6000万，它能比我的金丝楠木还贵吗？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自己查一查，它是不是这个价值。有什么好查的？吴思忍，我看你就是用你妈来道德绑架我吧。不对，望宇，这个盒子的材质好像是阴沉金丝楠木，好像是阴沉金丝楠木。什么阴沉金丝楠木啊？最贵的木材就是金丝楠木，这个破木头再贵，能比得上我的金丝楠木吗？阴沉金丝楠木是用最顶级的金丝楠木埋在地下，碳化万年才能够形成的木料，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木料。什么？难道比我的金丝楠木还贵吗？不是贵，是贵得多。阴沉金丝楠木是最贵的陪葬盒，上次拍卖会的价格是20万。你慌什么？不就是20万吗？也就是我1个月零花钱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我给你30万，够赔你妈骨灰盒了吧？20万是1克阴沉金丝楠木的价值，而不是这个骨灰盒的价值。这个骨灰盒的重量是300克，就算不算它的雕刻工艺，你要赔的价格也不是20万，而是6000万。6000万，6000万，1分1毫你们也不能差。现在你们可以开始借钱了，你们卖房也好，借款也好，你们差1毫1厘，我都会请江城最好的律师团队，让你们牢底坐穿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说6000万就6000万吗？我看你就是用亲妈设局，专门用假木材骗我人。我这里有骨灰盒的拍卖记录，还有我的银行流水，应该足够证明了吧？当然，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找专家检测，看我们有没有撒谎。不对，这些证据看起来不像假的。难道吴思忍他说的是真的？这个骨灰盒竟然真的价值6000万？我记得采这个骨灰盒的除了唐望宇以外，还有你吧？你作为从犯也得赔钱。如果你不赔的话，我也会让我的律师团队起诉你的连带责任。望宇，怎么办？我可没有钱赔啊！我可是听你的采集采的，你可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啊！慌什么？不就是6000万吗？我老公有钱，我老公可是吴氏总裁，只要我一个电话他就能过来。喂，老公，我闯祸了。我刚才不是说我砸了一个假名媛的骨灰盒吗？他说让我赔6000万。砸了就砸了，赔钱就行。你没说你是吴氏总裁夫人吗？我说了，可他们不信。什么骨灰盒值这么多钱？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找你。好像叫什么阴沉金丝楠木，全世界只有这一个。唐望宇，你问清楚你那边那个阴沉金丝楠木的骨灰盒主人是谁？好像是我，刘太景。陈南之，你作为我吴家的赘婿，这么维护你的情人，你真是好得很。吴思忍，你听到了吧？这可是吴氏总裁的声音，你平时只能在电视里听过吧？我老公马上就要来了，跟我走吧。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我都答应好给你钱了，这钱你也得赔。但是你侮辱我妈骨灰的事情还没结束，今天这个牢你必须得坐。吴思忍，我老公马上就要过来了，你要动我，想找死吗？哎，老公，你过来了。老婆，是你。老公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？他都快欺负死我了。公司里事情太多了，不怕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这下没人敢欺负你。是你？不错，
就是我。你老婆刚刚砸了我伯母的骨灰盒，现在这6000万，你谁来赔？思然，我妈还未入土，我先和吴经理去把我妈骨灰安葬了。小姐，我要你帮我去收集陈南芝的出轨证据。他出轨了这么多年，肯定偷偷转移了财产，我要让他1分钱都带不走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一个人去见陈南芝？老婆，另一个呢？你不是说有2个假名媛吗？我吴氏集团总裁最喜欢收拾这些假名媛了。另一个白天被我砸碎了骨灰盒，给他妈下葬去了。哦，他说还要报复你呢。老公，我该不会闯祸了吧？你怕什么呀？你可是总裁夫人，我怎么会让你受到伤害？陈南芝，你说唐望雨是你老婆？没错，唐望雨就是我的老婆，我们已经同居5年了。陈南芝，你果然出轨。好啊，既然你们俩是夫妻，那我也省了麻烦了。你老婆刚刚摔坏我伯母的骨灰盒，赔钱600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可以啊，赔就赔，但这骨灰盒已经碎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凭什么认定它是阴沉金丝楠木的？这是拍卖会的发票，如果你不信我可以报警，让专家来鉴定。行，6000万就6000万，我出。望雨啊，你老公怎么这么疼你啊？6000万说出就出，你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说什么呢？你可是我的好闺蜜啊！我想扶，不就是你想扶吗？那我可跟定你了，你说往东我就往东，你说往西我就往西，什么都听你。没问题。陈南芝，你花我的钱为你的情人大包大揽，有没有想过我一句话就能剥夺你的一切？喂，刘行长，我是吴思人，我要你立刻冻结陈南芝的银行账户，并且关停我和他的亲属卡。6000万，快点转！就因为这6000万，你敢在江城得罪我吴氏总裁？这一次谁都救不了你。对不起，您的余额不足。我卡里不是还有1个亿吗？我怎么会没钱呢？怎么了？吴氏总裁连6000万都赶不出来？陈南芝，你这总裁不会是装的吧？笑话，我会是装的吗？应该是今天银行卡限额了，我马上会通过公司用公账转给你。喂，小王，我是吴慈人，立刻停止陈南芝在公司的一切权限，我要让他1分钱都提不出来。您的余额已不足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陈董，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你堂堂大总裁，怎么连这点钱都转不出来？望雨啊，你不是说你老婆是吴氏总裁吗？动不动就几10亿的生意，怎么这点钱都拿不出？这骨灰盒，我可是听你的命令才裁的，你可不能让我赔钱。闭嘴！你们慌什么？还轮不到你们来插嘴。王有才，我刚才让你转钱，你没听见吗？为什么我的银行卡余额是0呢？你们凭什么把我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转走？陈总，我们也是听命行事。我不管你是听了谁的命，赶紧把钱给我转过来，否则明天别来上班了。对不起，陈先生，吴小姐才是我们的总裁，你没有权利开除，也没有资格让我解封银行卡。我呸！一个赘婿，还真把自己当盘缠。喂，刘行长，我是陈南芝。好啦，陈董，你到底还要打几个电话呀？吴氏集团的面子就这么不值钱吗？连买个骨灰盒都要四处借钱，是不是还要我给你还价？你闭嘴！我知道给谁打电话了，你给我等着，我马上就把钱转给你。喂，老公，
喂，老婆，我出车祸把人给撞了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急用？好啊，你要多少钱？我要6000万。喂，老公，我这信号不太好，有点听不见。我这见客户呢啊，先挂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是很着急。喂，怎么了？没钱？那就跟我去执法局走。老公，你平时可不是这样啊，你怎么会突然没钱呢？没有，我为什么不赔钱？是因为这个骨灰盒是我买的，是你伙同陵园经理调走了骨灰盒，现在还想让我赔钱，简直是倒反天罡！什么老公？这骨灰盒居然是你买的？当然，乐乐跟了我们那么久，我能不花点钱给他换个好骨灰盒？这阴沉金丝楠木骨灰盒是我老公买的，根本就不是你们的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那小贱人跟陵园经理好，他们就是有奸情，不敢站在陈董面前，怕陈董拆穿他们。你说这骨灰盒是你买的，证据呢？为什么购买凭证和资金交易都在我这儿呢？那肯定是你连同他们一块偷走了。好，赤南枝，你真是巧舌如簧，要是外人还真被你圆过去了。但是你是不是忘了，购买这骨灰盒确实是吴氏集团，但花钱的人不是你。吴氏集团的就是我的，这有什么区别？你还要我再说清楚一点吗？赤南枝，你一个赘婿为什么会当上吴氏总裁？还有这骨灰盒里面的人，你是不是应该叫妈呢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？我是刘探姐，是吴自然唯一的闺蜜。哎，老公，你怎么出冷汗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原来是慈忍的闺蜜啊！那我们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谁跟你大水冲了龙王庙？赤南枝，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你岳母的忌日，你竟然跟别人在这里打情骂俏，要不要我跟慈忍说一声呢？哎，别！我们都是慈忍的身边人，我们没必要弄得这么难看吧？你为什么这么怕吴思人？还有你说的身边人什么意思？汪宇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情讲起来很麻烦，我以后再跟你讲好不好？我不管，其他事我都可以不管，唯独这件事不行。吴思忍是我的仇人，你怎么能不给我出头？你说你是不是出轨了？汪宇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还解释什么？唐望宇，你不会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吴氏集团是吴家的产业，他陈南枝一个外姓人，凭什么能掌控吴家？因为他跟我们慈忍已经结过婚了。那这么望宇才是陈小四，陈南枝也不是什么总裁，他就是一个犒劳过的赘婿，还为了他得罪了吴氏总裁，怪不得一直不见。不对，是你在胡说。我可没有胡说八道。陈南枝他就是一个赘婿，他的财产、物品还有包养你的钱，都是从慈忍身上骗过来的。他就是一个骗子。陈南枝，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别喊我老婆，你这个骗子竟然敢骗我！老婆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陈南枝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一个赘婿，慈忍为你付出了多少？你今天对你的情人说这种话？赘婿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当这个赘婿，最后悔的就是跟吴慈忍结婚，我看见他就恶心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虽然跟吴慈忍结了婚，但是我最爱的还是你啊。他出国这么些年，我都从来没怎么碰过他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发誓，吴慈忍他一点情趣都没有，我还是最喜欢你了。谁知道你是不是骗我的？老婆，我都发誓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呀？我5年前就和你在一起了，就一直想着跟吴慈忍离婚，娶你。老婆，我这些年还攒下不少积蓄呢，等这些结束之后，我就娶你，我们远走高飞。陈南枝，还好慈忍猜到你会损公肥私，这次你注定会万劫不复。陈南枝，你欺骗了我这么多年的感情，现在还想拿走我吴家的钱，你以为会放过我？喂，执法局吗？我是吴慈忍，我要举报我老公婚内转移财产，侵吞财物，
我有证据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不接受和解，我要让他在江城身败名裂，彻底完蛋。陈南之，你跟唐望宇，一个赘婿，一个知三当三，真是天生一对。刘探姐，你在我面前装什么啊？你整天挨着吴慈忍，不也是为了钱吗？陈南之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？像吴慈忍这种自以为是的女人，你在她身边不就是想要她的钱吗？不过这些年来除了我，好像没有人能从她身边拿走钱吧。我跟慈忍是真正的好闺蜜，我不像你这种人。没关系，你不说真话也行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把今天的事全部咽到肚子里，你想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你说的钱不会是从慈忍身上拿来的吧？陈南之，作为男人，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我怎么就没骨气了？我是男人，吴慈忍是我老婆，我伺候她这么多年，拿点辛苦钱怎么了？陈南之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最痛恨的就是你们这种背叛婚姻的恶丑男，而且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我的闺蜜的。陈南之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让你的真面目在慈人面前真正暴露出来。怎么，你也知道害怕了？吴慈忍就是任我拿捏的女人，我会怕她？刘探姐，是你逼我的。陈南之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别忘了，你就是一个赘婿，等慈忍来了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说的对，可吴慈忍最相信的是我，不是你。只要我把你的裸照拍下来，并且跟他说是你勾引我的，看他会相信谁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！申总，我们可都是普通人，干不出这种事儿的，这个是犯法的，我不能碰。陈南之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一呼百应的吴氏总裁了。离了慈忍，你什么都不是。1000万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你1000万，哪怕你离开江城，这些钱也够你花了。陈董，你放心，绑架我可是专业的，至于父母说怎么，我就怎么死。小贱人，刚才不是挺猖狂的？这小混蛋！陈南之，你疯了！你敢这么对我？你不怕慈忍知道吗？一个对我言听计从的女人，她能知道什么？放手！放手！给我放手！喂，老婆，你刚才不是信号不好吗？现在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？老公，我这边出了一点事儿，之前订的墓延期交付了，所以我准备把母亲埋到吴氏陵园，我马上就会过来。老婆，我就知道你会有突发情况的。你现在猜我在哪里啊？老公，你怎么已经到吴氏陵园了？老婆，你的小事儿就是我的大事呢，我怎么可能不做万全的准备呢？我早就在吴氏陵园准备着了，连公司的会都没有开呢。老公，谢谢你啊！这5年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这个家能变成什么样。老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呀？要不是你这么相信我，我又怎么能对你这么一往情深？爱呀，就是相互成就的，你说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你没骗我吧？当然没有骗啊。老公，不对呀，我闺蜜怎么不在？而且这里好像不是墓地。老婆，你那个闺蜜呀，一点都不负责。我来的时候呀，她就不在了，还把你的骨灰盒给打碎了。不过我呀，重新给你买了一个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你花了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便宜的当然配不上咱妈的身份了，所以我挑了一个阴沉金丝楠木的。那我转给你6000万，够不够？老婆，你怎么知道？对，就是6000万。老婆，你看，咱俩可真是心有灵犀呢，连周围的环境都有点像。是吗，老公？
那有没有可能，我们一直在一块儿呢？你要不回头来看看？好啊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思然，你不是在谈生意吗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要不来，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场面？住手！快住手！不知道这是慈忍的闺蜜吗？慈忍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这样，这些都是误会啊！我从刚才起一直都在。你的意思是我眼睛看到的、耳朵听到的都是假的，都是你们在演戏？老公，你看，刚刚就是吴思忍欺负我，你快帮我出头。陈南之，你什么意思？吴思忍一来你就这副怂样，你不是说你们感情破裂了吗？你说，你是不是对他还有感情？陈南之，你就这么急着当着我的面给你的小三开脱？老婆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误会？误会你不是吴家的赘婿，而是吴氏的总裁，还是误会了你这5年来根本就没有开心过？吴思忍，就算你是吴氏总裁又能怎样？现在讲究婚姻自由，只要南之跟你离婚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跟我离婚？你问问陈南之，他敢吗？老公，你说，陈南之，你不能离婚，你他妈睡我干什么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他是赘婿，是我吴家的最低等的人，连离婚他都不配提。赘婿？陈南之不是说他是吴氏高管，他的财富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所得的。他还说吴氏总裁的位置是股东们看中他的能力才给他的。吴氏集团股东都是吴家人，他们会傻到把公司给一个外星人吗？那岂不是说我们就为了一个赘婿得罪了吴氏真正的总裁？王宇，怎么办？你说句话呀！小锦，给陈南之报账，算清我们所有的损失。唐望宇占据吴氏陵园顶级墓位一座，价值888万元；摔毁的阴城金丝楠木骨灰盒，价值6000万元，共计6888万元。听清楚了吗，陈南之？赔钱吗？陈南之，你不是说墓位和骨灰盒是送给乐乐的吗？这怎么回事？对啊，是墓位和骨灰盒，是陈南之送给望宇的。陈南之自己都是个赘婿，怎么送小三这么贵的礼物？肯定是他偷偷用了吴思忍的资源。陈南之，你真是会借花献佛呀！连墓位和骨灰盒都能送给小三。不是这样的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把我给我妈的葬礼送给了一只狗吗？你真是丧尽良心！还没完呢。根据银行流水记录，在过去的5年里，陈南之从慈忍账户划走人民币2367万元，其中转入唐望宇账户2000万，转入闺蜜账户160万。我的手机里有所有的银行流水，这都属于我的个人财产。现在我要求你们连本带利一并归还。吴思忍，你就是来讹人的，一张口就是2000万，谁还得起？吴董，我一个家庭主妇哪里花得了160万？这钱都是唐望宇花的，我可一分钱都没动。你他妈放屁！跟我出去旅游，吃喝拉撒不都是我掏钱？这钱又不是我让你拿，是你求着我花的。花2个钱，真以为自己是名媛贵妇？充你钱算可悲。你配？哼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们借钱的时候爽快，还钱的时候怎么不值得还啊？墓位和骨灰盒的购买记录，以及我的银行流水，我这里都有。如果你们不信，可以查查看。南之，你快帮我还钱，2000万我都花完了。你别找我，你用得了钱，你找我干什么？陈南之，你个王八蛋！你睡我的时候不说这个话，现在睡完了让我还钱是吧？你说啊！思然，我承认我一时糊涂，被唐望宇勾引了，但是我出轨，你也有责任啊！陈南之，你的意思是你的出轨是我的责任？你天天忙公司，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，
我是个男人，出轨不是很正常吗？陈南之，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不要脸呀！哎呀，老婆，你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？我保证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一次不忠，终身不用。陈南之，我们这辈子没有可能了。老婆，我照顾了妈5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我把我的5年青春都献给了家里，你现在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是吗？老婆，你打吧，打完你就消气儿。你这时候装深情也没有用，你现在的德行真是让我恶心透了。我打你不是因为我原谅你，而是因为你拿着我给我妈的骨灰盒给唐望宇的狗当我。陈南之，我永远都不会再原谅你。陈南之，离婚协议已经拟好，今天当着我妈的面，咱们离婚，签字。我不签。签不签可由不得你，陈南之，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你净身出户，剩下的所有欠款30日之内向我结清。签字。老婆，我是真的爱你，都是外面那些女人勾引我才会这样的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爱？你说的爱，就是一边拿着我的钱养小三，一边砸我妈的骨灰盒吗？陈南之，自然真是看错你了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我们走。站住！陈南之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果断一点，死缠烂打算什么东西？死缠烂打？我陈南之做了这么多年赘婿，死缠烂打还少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已经给你留足了体面。体面？吴思然，是我给你体面，全都是你逼我的。你们吴家就你一个独苗吧？要是你今天意外死，那吴氏集团就是由我来继承。你要干什么？望宇，听到了吗？现在四下无人，只要你和我把他们2个留在这儿，以后吴氏集团就是我们的了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难道真的想还钱吗？这1个多亿，我们这辈子都赚不到。好，我听你的。陈南之，你疯了吧？楼下就是保安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吴思忍突发疾病，抢救无效身亡，由我来继承吴氏集团。陈南之，你可想清楚，吴经理知道发生的一切，我要是出事了，你能脱得了干系？陈南之，只要我在这儿，绝不允许你伤害此人。我老公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多嘴？没什么。吴思忍，你不会真以为那个吴思明是个什么好东西吧？陈南之，你说什么呢你？你以为他为什么会听我的安排？我在吴氏集团这5年，给了他不少好处费。你死后，他立马就会改其意志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吴经理是我妈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他怎么可能跟你同流合污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不帮我，他就会被秋后算账；要是帮我，他才能更进一步。是你选。你不会真以为这5年过去，吴氏集团还是你的吴氏集团吧？你以为我老公这5年是白干的吗？不错，老婆，只要我继承了吴氏集团，以后江城还不是我们的天下？陈南之，你疯了吗？杀妻夺财，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，你不怕全城的人唾弃你吗？这里可是荒郊野外，谁会知道？就是，老公，你早该这么做了，还跟这个女人废话什么？只要我们有钱了，谁还管我们之前是赘婿还是小三呢？不错，不管以前总裁是谁，以后吴氏集团总裁只能是我。那我就是总裁夫人。吴女士，你提供的证据及定位已经收到了，请你稍后，我们马上就能抵达你所给的位置。
不用慌，我已经提前联系了执法队，执法队很快就到。一会儿桌子一拿走，我不仅要他净身出户，我还要他牢底坐穿。子冉，你是算准了陈南之会狗急跳墙，所以故意设计的。陈南之，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。想不到还有你吴大小姐不知道的问题，尽管说吧，我尽量不让你当糊涂鬼。陈南之，你是不是跟唐王宇说，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，是吗？是啊，你不会真以为有人会喜欢你这个男人婆吧？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既然这么讨厌我，为什么要向我求婚？为什么要承诺爱我一辈子呢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钱啊！你凭什么穿金戴银？一顿饭的花销就要顶得上我1个月的工资？我就是看上了你家的钱。那为什么结婚之后我给你钱，你又不接受呢？因为我是个男人，我有尊严。尊严？你口口声声说赘婿这2个字，压得你喘不过气，舍着吴家的养活，又要吴家捧着你的自尊。你爱着我的钱财，你又恨我用你这些，你自己听听，你这不是又当又立的婊子吗？吴思然，你不会还以为你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总裁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我手里的一块肉，我想怎么捏就怎么捏。老公，你现在把他打死了，那我们的钱怎么办？还是我老婆聪明。吴思然，没想到你还真有手段。你在这儿作死，是不是想把你的钱都带到地底下去？老公，你还跟他废什么话呀？先折磨他一顿，银行卡密码什么的不就都交代了吗？听见了，痛快点，把银行卡密码交出来，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交代。你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陈南之，你个混蛋！私人养了你5年，你什么东西都是他的，你现在这么折磨他，你还是个人吗？哦，把你给忘了，刚才写真还没拍完吧？刚刚他骂我这么久，干脆把他交给我。好啊，既然吴大小姐不愿意给钱，不如让她闺蜜表演一下，什么叫做不配合的代价。没问题，我会让吴董好好开开眼。那我就让吴董好好开开眼。刘探姐，你刚刚骂我这么久，没想到你会落在我的手上吧？陈南之，你混蛋！你要敢动小姐一下，我让你俩都不得好死！吴思然，你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？怎么我老婆还没动手，你就心疼了？吴总裁，你光喊有什么用？要是想救你的闺蜜，就赶紧把银行卡密码还有钱拿出来。你每犹豫1秒，你的闺蜜呀，就多1秒担忧啊！你看好了，你要是再不拿钱，你的闺蜜呀就会火遍全网。你住手！我赚钱。7分钟，执法局马上到5室陵园。陈南之，我一定会让我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早这么做不就好了？老婆，去把我给你的财产转让协议拿回来。没想到这么快，咱俩的身份就切换了。刚才是你让我签字，现在该你签了。陈南之，你这么狼心狗肺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哼！有了这份财产转让协议啊，以后我就是吴氏集团的总裁。自然，你不能签，这是吴家几代人的心血，你签了，吴氏集团就完蛋了。去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！有了这份财产转让协议，以后啊，吴氏集团就是我的了。太好了，老公，我们有钱了，以后我就是真的总裁夫人了。急什么？还有银行卡里的钱。吴思然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银行卡里还有10个亿的现金，全部转给你，1分都不要剩。
您已收到10亿元。老公，你好厉害！曾经的吴大总裁，现在怎么像一个没人要的落水狗一样？吴思人，你之前的嚣张劲儿呢？你之前不是爱争吗？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争？唐望宇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。现在陈南之呢？他既然能甩了我，他也能甩了你。吴思人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吴氏总裁了，你还敢跟我叫嚣？你以为我会因为你的话就跟我老公分手吗？我不是要挑拨你，你不是要做总裁夫人吗？至于总裁是谁，你不也是无所谓的吗？老公，吴思人说我是贱人，这个仇，你说我该不该报？不管是谁，只要敢欺负我的小宝贝儿，我一定让他在江城混不下去。老公，你真好。咱们可是天生一对儿，老公对你能不好吗？吴总裁，你听明白了吗？现在这个局势完全是由我来掌控的。你要是想活命，就趁早跪下道歉，并录视频说你是小三，抢了我唐望宇的男朋友，发在网上。这样的话，说不定我还能饶你一命。唐望宇，你做梦！老公，你看他。陈元直，就算我这5年看错了你最少也能剩一点良知吧？吴思然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没听见我老婆说的吗？赶紧给我老婆跪下，磕头道歉。唐望宇，你说话不算数啊！虽然都把钱转给你们了，你们说好的要放我们走的，你现在是要赶尽杀绝吗？什么赶尽杀绝？我是在给你们机会。不错，吴思然，我也不想脏事，只要你给我老婆诚心的下跪磕头道歉，我就考虑饶了你和刘探姐。思然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做了这么大的错事，是不可能让我们活着离。现在就是死到临头了，还要再羞辱我们一下。刘探姐，你信不信我把你嘴缝上？哎，老公，我有办法让吴思忍下跪。什么办法？吴思忍妈妈骨灰在这里，我派人去挖出来，看她跪不跪。陈南之，我妈生前对你恩重如山，你但凡要是有点良心，就该回头是岸。就是，伯母生前待你不薄，你舍得吗？一个死老太婆的骨灰盒，有什么舍不得？老婆，你去把他妈的骨灰盒刨出来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他妈的骨灰重，还是他的膝盖更硬。别动我们！跪！思然，你不能跪！陈南之、唐望宇，你们一个赘婿，一个小三，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现在我跪了，可以放过我妈和小景了吧？光跪有什么用？你刚才骂我的气势呢！吴思忍，道歉磕头，我要你亲口承认你错了。就是，只下跪不磕头。你一个堂堂的吴氏总裁，不会连这点礼节都不懂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不该骂你是小三。不对哦，我们2个人一个老公，既然我不是小三，那你说谁是小三？你怎么不说话？说呀，到底谁是小三？想想你妈妈，你想她在下面不得安生？我是小三。听到吗，老公？江城第一女首富竟然亲口承认她才是小三。一个男人婆还总想着当小三儿，真是可笑。真是想不到啊，这上流社会的女总裁竟然抢我的老公。现在我亲也道完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走。吴思然，你怎么这么天真？你不会以为光下跪磕个头就完了吧？你知道我们俩这么好，要是传出去一说，我和望宇还能活吗？就是，放你走，让你们去报警，你当我们傻子吗？你们太无法无天了，你们这样是没有好下场的。我们有没有好下场不知道，不过今天你和你的好闺蜜
就要消失在这个无事陵园了。所以你是要杀人灭口？杀人灭口？哼，这里荒无人烟，就算执法队来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。都不许动！执法局办案。老公，你太厉害了！你才刚当上吴氏总裁，就连执法局也请来了。我说怎么这么偏僻的地方也有执法局？原来是我刚当上吴氏总裁，他们赶来道贺。这吴氏总裁啊，果然不一样。这比起探案啊，执法局才是专业。要不是你是吴氏总裁，谁有这么大脸面啊？要不然说吴氏集团是江城第一产业，再加上我陈南之也是年轻有为，执法局赶来拜码头，倒也正常。你们来的正好，赶紧把这2个女人给我抓起来。他们涉嫌敲诈勒索、故意伤害，我建议直接判处无期徒刑。听见没有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难道是我吴氏新总裁说话不管用吗？赶紧把他们2个给我抓起来！你们耳朵聋了吗？陈南之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厚脸皮了？你想没想过一种可能？执法局是我叫的。卢小姐，我们已经尽力赶路了，耽搁太久，实在抱歉。辛苦您了，证据和定位半小时前我已经发给你，现在您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了吧？好，都带走。老公，这怎么回事？放开我！告辞。辛苦。我们是被冤枉的，就算你们执法队徇私枉法，也不能没有证据就抓人啊！对，我们是受害者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抓人，就不怕我投诉你们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我是大主播，你们现在非法扣押我，小心我出去后让我粉丝网暴你。你说你是被冤枉的，你有证据吗？他们有什么证据？张队，你看我的脸，还有我的伤，还不能够给他定罪吗？你是说你身上的伤都是他们造成的？对，就是唐望宇跟陈南之，他们刚才不仅打我，而且还拍了裸照，还有杀我灭口。不是我们干的呀，张队，我们是被冤枉的。陈南之，都这样，还敢说你是冤枉的？等等，都是他们在撒谎啊！我有证据，你说对不对？对，我有证据。陈南之，我们执法局的确是依法办案，但如果你刻意阻挠办案又拿不出证据，那我们可要到审讯室里说说了。张队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呀！我今天来就是给我们的狗下葬的，谁知道吴思人他嫉妒妄语，不仅抢了他的骨灰盒，而且他还把骨灰盒摔碎了，我们才是冤枉的。老婆，你说对不对？是不是吴思人抢了我们的墓位？乐乐，你死得好惨啊！你就连死后都不得安宁呀！就连我给你买的阴沉金丝楠木骨灰盒，还被他们给毁坏了。不是他们家大业大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。就是吴思忍这么嚣张，我们要是再斗下去，他会弄死我们的。你们这是在颠倒黑白。张队，他们在做伪证。刘太姐，我们怎么就颠倒黑白了？明明是你和吴思忍仗着有钱有势就为所欲为。吴思忍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被我们说中了要害，哑口无言？说完了。你这么嚣张，就不怕被执法局严惩吗？对呀，张队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是得抓起来。张队，抓人吧。把他们全部铐起来，带到审讯室。先等一下，你们执法局怎么乱抓人啊？你们抓错人了，犯法的明明是吴思忍。张队，你们这么徇私枉法，就不怕网民网暴你们吗？够了！本来法不容情，还想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没想到你们还在这胡说八道。陈南之，你以为我在暗处看你嚣张的时候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吗？吴思忍小姐从进入墓园开始，手机就一直是开着的，所有的程序，包括你转移财产和唐望宇抢夺骨灰盒，所有的证据都记录到执法局后台了。你们的罪状早就证据确凿了。老公，你听到了吗？快赔钱了！出轨不犯法，赔了6000万就可以减刑啊！可是老婆，
我哪里来的6000万啊？我卡里的钱都是吴思忍给我的呀。你不是刚跟吴思忍签了合同吗？你现在是吴氏总裁，区区6000万算什么呀？对啊，我现在是吴氏总裁，6000万算什么？吴思忍，就算你交了执法局又怎么样？我们又不涉嫌人身伤害，这最多也就算民事纠纷。我们只要把骨灰盒的钱赔了，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去。那好啊，你赔吧。我有2个亿，你给我等着，我马上就转你。等我出去，第一件事就是击垮吴氏，把你的财产全部败光。银行卡里没钱，我的10亿呢？你的10亿当然在我这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忘了告诉你，我给你设置了24小时的现在已经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啊！10亿转账明明成功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陈南之，你是傻吗？银行卡没钱又怎么样？现在整个吴氏都是你的，你有这么大的公司，你还怕没钱吗？现在是吴氏总裁，我区10亿，只不过是零花钱罢了。吴思忍，你银行卡可以延期，但转账合同可做不了假的。财务，马上给我的银行卡转账20亿。喂，吴思忍，你搞什么鬼？我明明接管了吴氏集团，可我为什么还没有实权管理？吴氏集团我并没有正式接手，也就是说，吴氏集团并不是我的，我怎么可能把一个自己没有的东西转给你？陈南之，你闹够了没有？6000万你也该还了吧？思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当时就是一时鬼迷心窍。我请你看到我们5年情分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连夫妻情分，你也配说这5个字？现在立刻离婚，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。不，我不离婚，我不离婚。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都是我们一起淋雨，是我为你遮雨。我回去发烧了1个星期啊！你感冒的时候，我跑遍了整个江城为你买药，你就不念一点我们的旧情吗？思然，还有我们结婚纪念日，还有我们求婚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看烟花，看烟花的时候说着我们永远会在一起，你都忘了吗？陈南之，你说的这些我都记得，就是因为我都记得，所以说你出轨、偷窃，甚至要害死我的事情，只会让我觉得你更恶心。而且我也知道，你对我的感情都是演出来的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不过，如果你今天可以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或者真的？思然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这就给你一个交代。思然，你不会要放虎归山吧？小姐，这件事情我想自己解决，你就不用说了。全是这个贱人，就是他勾引的我。陈南之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胡说了？哎，老婆，像你这么温柔能干的人，要不是他5年前勾引我，我怎么可能出轨？陈南之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早就说过我有老婆，是你用尽手段勾引我，我是被你下了一次药才犯了错的，结果你却拿这个威胁我。韩望宇，是吗？不是，明明是他主动追的我，他还骗我说他根本没有老婆。胡说！老婆，还有我从你这儿拿走的钱，都是他逼的，不给钱就去公司闹。还有那个木卫，也是他要抢占的。还有吴氏集团的车，车钥匙也是他抢走的呀。我全是被逼无奈。陈南之，你还是人吗？当初是你说吴思忍人老珠黄，说他仗着有几个钱看不起你，你说要把吴氏夺过来，让他身败名裂，把吴氏抢回来。闭嘴！你这个贱人，早就跟你离婚了。今天我老婆在这儿，再也不怕你了。老婆，今天咱们把事情说开了，我今天跟他彻底分手，从此以后我心里只有你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陈南之，你还真是有脸说这个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，
我现在光是看见你就觉得恶心。夫人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还真以为你要原谅他了呢。一次不忠，终身不用。他把我妈害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可能原谅他？陈南之，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有担当的人，没想到你一出事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唐望宇身上。告诉你，陈南之，你永远都不会得到我的原谅。陈南之，你听清楚了吗？不仅是我看不起你，在座的所有人都看不起你。我错了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从你出轨的那一刻开始，这已经不可能。现在立刻净身出户离婚。我不离婚。吴思然，现在婚姻法它规定，就算我出轨，只要我不同意离婚，这婚就离不成。你们吴家不是最要脸面吗？只要我出去说你吴思人喜新厌旧，欺负我这个弱势废墟看江城，怎么议论你这个人？说完了，陈南之，是你出轨在先。你怕什么呢？你可是总裁夫人。我怎么会让你受到伤害？陈南之，你说唐望宇是你老婆？没错，唐望宇就是我的老婆，我们已经同居5年了。你所有的视频都在我的手机里了，你还能说什么？你所有的视频都在我的手机里头，你还能说什么？吴思然，你偷拍我！陈南之，你能跟你的小三亲亲我，就不允许我留证了。张队，我现在可以。根据民法典，夫妻一方与人长期居住，造成重大损失的，可以申请离婚。你呢是无过错方，所以说可以申请赔偿。赔偿更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让陈南之这个人渣受到法律的惩罚。就算你有证据了，视频可以伪造，只要我不同意谁陷害，谁也不能证明。我可以证明，我可以出庭作证，证明你和我通奸我，证明你私下转移财产，证明你砸坏我的头，企图杀人灭口。唐望宇，你疯了！我坐牢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什么好处也没有啊！那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坐牢？陈南之，你骗了我5年，你说过会娶我，你说会爱我一辈子的，结果出了事先把我推出来。张队，我愿意出庭作证，我要让陈南之跟我一起坐牢。妈，你放心，以后吴氏集团我会替您发扬光大的。不只是吴氏，阿姨，你安息吧。子忍替您报仇了，我会替您照顾好子忍的。小姐，这次的事情多亏了你了，要不是你，这几年陈南之就要把吴氏集团给挖空了，我也会沦为街头的乞丐。他就是个人渣，就应该坐牢的。对了，张队，那个今天的法院判决进行得如何了？有你跟吴总提供的证据，我们很快就确定了他们的罪行。陈南之、唐望宇敲诈勒索、故意伤害，我们已经正式逮捕他们了，刑期预计不低于15年。那个唐望宇那个闺蜜呢？她们2个闺蜜挪用公款，数额巨大，也讨不了好。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查到了吴思明这类吴氏的蛀虫。清理集团内部的蛀虫，还是要靠吴总你自己。不过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随时联系。那就多谢张队了。